地球最深处根本不是死亡之地。如果有人问你，地球上最不适合生命生存的地方是哪里？你或许会想到火山口、南极，甚至外太空。但真正的答案很可能就在太平洋深处马里亚纳海沟，这里是地球最深的地方。最深点挑战者深渊深度超过10900公尺，甚至能够完全吞没整座珠穆朗玛峰，水压高达海平面的1100倍，终年温度只有1到4摄氏度，没有一丝阳光，永远笼罩在无尽黑暗之中。过去几十年，科学家一直认为这里应该是一片毫无生命的死亡世界，没有植物，没有食物，没有氧气来源，没有任何大型生物能够存活。然而当人类真正抵达这片深渊时，一切认知都开始崩溃。1960年，人类第一次成功抵达挑战者深渊，潜水器的探照灯照亮海底时，所有人都以为眼前只会是一片死寂，结果他们竟然看见了生命，有虾，有海参，甚至还有鱼类活动。这个发现震惊了整个科学界。如果鱼能活在这里，那么生命究竟能承受多大的极限？真正的震撼却是在近10多年才开始。随着中国奋斗者号、日本、美国等深海探测器一次又一次深入万米海底，科学家开始发现这里根本不是生命荒漠，相反，它是一座前所未见的生命王国。大量未知生物在这里繁衍、生长、竞争，有些透明的像幽灵，有些没有眼睛，有些全身发光，还有一些外形完全不像地球上的任何生物。最新研究甚至发现，在深渊中记录到数千种微生物，其中将近90%都是过去从未被发现的新物种。研究人员更首次描绘出全球最深海洋生态系统，证明深渊远比想象中繁盛。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并不是苟延残喘的活着，而是在这里建立起完整的食物链。细菌分解化学物质，微生物形成庞大的能量循环，甲壳类生物大量繁殖，鱼类则站在食物链更高的位置。一个完整而稳定的深渊生态系统就这样存在于1万公尺以下的黑暗世界。但问题来了，没有阳光，植物无法进行光合作用，那么这些生命的能量究竟从哪里来？答案完全颠覆了人类对生命的理解。在海底裂缝中不断涌出的甲烷、硫化氢，以及地球深处释放出的各种化学物质，竟成了细菌最重要的能量来源。它们不是依靠阳光，而是依靠化学能生存。这种方式被称为化能合成。也就是说，在地球最黑暗的地方，生命根本不需要太阳。更不可思议的是，最新研究还发现，深渊并非只是生命禁区，反而是全球海洋碳循环的重要区域，甚至可能是地球最大的深海碳循环热点之一。这意味着马里亚纳海沟不只是地球最深的地方，它还可能默默影响着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然而真正让科学家感到不安的，并不是这些奇特的生命，而是当探测器继续向更深、更黑暗的区域前进时，他们开始拍到一些难以解释的画面。那些影像至今仍没有一个公认的答案，而真正的深渊秘密才正要开始。如果说过去几十年的深海探索只是揭开了马里亚纳海沟神秘面纱的一角，那么2025年公布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则真正改变了人类对深渊世界的认知。过去科学家一直认为，超过6000公尺的深渊带由于极端高压、低温、黑暗与食物稀少，生命的种类应该非常有限。然而最新的国际研究却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答案。研究团队利用深海载人潜水器、自主水下载具 AUV 以及新一代基因定序技术，对马里亚纳海沟、克马德克海沟、日本海沟等多处深渊进行长期采样分析。结果令人震惊，科学家一共分析了数千份沉积物、水体与生物样本，建立起目前最完整的深渊生物数据库，并确认数千种微生物中，大部分都是过去从未记录过的新物种。这意味着我们真正认识的深海生命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更令人惊讶的是，研究发现这些生物并不是孤立存在，它们彼此之间形成了高度复杂的生态网络。有些细菌专门分解甲烷，有些则利用硫化氢产生能量，还有一些微生物能够固定二氧化碳，为整个生态系统提供最基础的能量来源。这里没有阳光，却依然建立起完整的生命循环。这种完全依靠化学能维持的生态系统，让科学家开始重新思考一个问题：生命是否真的一定需要太阳？
2025年的另一项重大突破来自于深海基因研究。研究人员发现，许多深渊生物体内都拥有特殊的基因，这些基因能够修复因超高水压造成的蛋白质损伤，维持细胞膜的稳定性，并让酵素在极端环境下依然正常运作。换句话说，它们并不是勉强活着，而是天生就适合生活在万米深渊。有些生物甚至失去了眼睛，因为在永恒的黑暗中，视觉已毫无意义，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敏锐的化学感知能力和触觉，用来寻找食物与辨识环境。然而，真正震撼全球科学界的并不是新物种，而是一个更加重要的发现。研究人员发现，马里亚纳海沟底部并不是一片死寂，而是一座巨大的碳循环中心。大量有机物会从海洋表层慢慢沉降到海底，被微生物分解、转化，再重新参与地球的碳循环。这表示深渊不只是生命的避难所，它还可能默默调节着全球气候，影响整个地球的碳平衡。过去人类一直把深海视为地球的终点，如今科学家却开始认为它更像是一座巨大的生命引擎。但就在探测器持续深入的过程中，另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也逐渐浮现。研究团队在海沟底部除了发现未知生命之外，竟然还找到了一些本不该出现在那里的东西：塑料微粒、人造化学污染物，甚至还有来自人类活动的工业污染痕迹。这些污染物跨越了上万公尺的海水，最终沉积在地球最深的角落。这也代表着，即使是人类从未踏足的深渊，也早已留下了文明的痕迹。而更不可思议的是，科学家接下来发现了一种神秘生物，将再次颠覆我们对生命极限的所有想象。如果把一条普通的深海鱼突然放进马里亚纳海沟最深处，它几乎会在瞬间死亡，原因不是缺氧，也不是寒冷，而是压力。在挑战者深渊每平方公分所承受的压力超过1公吨，相当于一头成年犀牛压在你的拇指指甲上。在如此恐怖的压力下，人体无法存活，钢铁甚至可能变形。大多数生物体内的蛋白质会迅速失去功能，细胞膜也会被彻底破坏。按照传统生物学的理解，生命根本不可能在这种环境中存在。然而，深渊里的居民却完全打破了这条规则。科学家首先注意到一种外形不起眼的小生物——深渊狮子鱼 （Snailfish）。它生活在8000公顷以上的超深海区域，是目前已知生活最深的鱼类之一。令人惊讶的是，它没有厚重的骨骼，也没有坚硬的外壳，相反，它的身体柔软得像果冻。研究发现，这并不是缺陷，而是一种极端适应。柔软的身体可以平均分散外部压力，避免局部组织被压碎。换句话说，它不是对抗压力，而是与压力共存。更不可思议的是，它们体内的一种特殊分子。科学家发现，深海鱼体内含有大量名为新兴 TMAO 三甲胺氧化物新兴的天然化合物。这种物质就像蛋白质的保护罩，在超高压环境下，它能维持蛋白质的立体结构，避免酵素失去作用，让细胞依然能正常运作。没有这种分子，生命几乎无法在万米深海中维持基本的新陈代谢。这项发现也让科学家开始思考，如果我们能理解这种机制，是否有一天能研发出耐高压的新型药物、酵素，甚至新材料？除了鱼类深渊中的微生物更令人震撼，它们既不依赖阳光，也不依赖植物，它们直接利用海底裂缝中释放出的甲烷、硫化氢、氢气等化学物质作为能量来源。这种生存方式被称为化能合成。它们就像深海世界的第一批生产者，支撑着整个生态系统。没有森林，没有草原，没有藻类，却依然孕育出完整的食物链。这完全颠覆了人类长久以来的观念，生命不一定需要阳光。更令人震惊的是，2025年公布的研究指出，许多深渊微生物携带着大量前所未见的基因，其中不少基因负责修复受压损伤的蛋白质，稳定细胞膜结构，以及调节极端环境下的能量代谢。也就是说，它们不是偶然存活，而是在数百万甚至数千万年的演化中，逐渐形成了一套专属于深渊的生存法则。在这里，进化不是让生命变得更强壮，而是让生命变得更适应极端。然而，真正让天文学家也开始关注深海研究的原因，并不是这些奇特的生物，而是因为这些生命证明了一件更加惊人的事情：如果地球最黑暗、最寒冷、压力最高的地方
都能孕育如此繁荣的生态系统。那么在木星的卫星欧罗巴 Europa 或土星的卫星行星土卫2 Enceladus 行星冰层下方的海洋中，是否也可能存在类似的生命？于是马里亚纳海沟不再只是地球最深的海沟，它成了人类寻找外星生命最重要的天然实验室。但就在所有人惊叹生命奇迹的同时，探测器传回的另一组数据却让科学家陷入沉默。因为在这片几乎与世隔绝的1万公尺深海底，他们竟然发现了人类文明留下的痕迹。今天的人类已经能拍摄1万米海底的画面，但很少有人知道，为了抵达这片黑暗世界，人类整整努力了1个多世纪。每一次下潜都像是在挑战生命的极限，每一次成功都改写了人类对地球的认知。故事要从1875年开始说起。英国皇家海军科学考察船行星挑战者号 HMS Challenger 将在太平洋进行全球首次现代海洋科学考察。当时科学家利用铅锤和数公里长的测声绳一点一点测量海洋深度。他们惊讶地发现，西太平洋竟然存在一条深不可测的巨大海沟，这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马里亚纳海沟。而海沟最深的位置也因此被命名为星星挑战者深渊 Challenger Deep 星星，以纪念这一次改变海洋科学历史的远征。然而在接下来的近100年里，人类只能知道它有多深，却无法真正抵达那里。直到1960年1月23日，一艘名为星星的里亚斯特号 Trieste 星星的深潜器载着2名探险家，瑞士工程师雅克·皮卡德 Jacques Piccard 和美国海军军官唐沃尔什 Don Walsh 开始向地球最深处下潜。整个下潜过程持续近5个小时，随着深度不断增加，海水压力急剧上升，途中甚至传来一声巨响，潜水器的一块外层亚克力窗板因巨大压力出现裂痕，但他们没有放弃，最终成功抵达约10900公尺深的挑战者深渊。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亲眼看见地球最深的海底。短短20分钟的停留却改写了整个深海科学。之后的半个世纪，由于技术限制，再也没有人类抵达那里。直到2012年，著名电影导演铁达尼号和阿凡达的导演詹姆斯·卡麦隆 James Cameron 驾驶自行设计的新兴深海挑战者号 Deep Sea Challenger 星星独自完成了深潜，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单人抵达挑战者深渊的人。这次任务带回了大量高画质影像、岩石样本与生物资料，也让全球再次关注这片神秘海域。真正的突破则出现在近几年。2019年开始，美国探险家维克多·韦斯科沃 Victor Vescovo 多次搭乘深潜器前往挑战者深渊，完成多次1万米级下潜，并首次让更多科学团队能够持续研究深渊生态。而中国自主研发的星星奋斗者号更将人类深海探索推向新的高度。2020年，奋斗者号成功坐底挑战者深渊，最大下潜深度突破10900公尺，并完成大量科学采样任务。此后，科学家取得了珍贵的沉积物、微生物、甲壳类生物以及海水样本，建立起前所未有的深渊数据库。许多在2025年发表的重要研究成果都建立在这些长期采集的样本之上。然而每一次深入海底，人类看到的不只是未知生命，还有另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在超过1万公尺的海底，科学家竟然发现了塑料袋、塑料微粒饮料包装碎片以及多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地球最遥远、最神秘的地方，早已不再是真正的净土。这些发现提醒着我们，人类文明的影响远比想象中更加深远。今天我们已经能够利用最先进的深潜器探索马里亚纳海沟，但即使如此，真正被人类亲眼造访的海底面积依然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在这片超过1万公尺深的黑暗世界里，仍然隐藏着无数尚未被命名的生物、未知的地质现象以及等待揭晓的科学谜团。而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最令人震撼的一个问题：如果生命真的能在这样的极端环境中繁衍，那么地球之外的海洋世界是否也早已孕育出另一种文明？为什么这里会有生命？如果把时间倒退100年，没有任何一位科学家会相信地球最深的地方竟然能孕育如此丰富的生命。因为按照当时的生物学理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至少需要3个条件：
第一，阳光；第二，稳定的能量来源；第三，足够的食物。而马里亚纳海沟3样都没有，这里没有白天，也没有黑夜。阳光最远只能穿透海面约200公尺，而挑战者深渊位于将近11000公尺的海底。换句话说，这里已经黑暗了1亿多年。那么生命究竟是如何开始的？答案来自海底深处看不见的化学工厂。在海沟附近的海底裂缝与冷泉区，地球内部不断释放出甲烷、硫化氢、氢气等化学物质。对人类而言，这些物质大多具有毒性，但对某些细菌来说，它们却是最珍贵的能量来源。这些微生物能利用化学反应产生能量，再将二氧化碳转化成有机物，这种过程称为化能合成 （chemosynthesis）。它不像植物依靠阳光进行光合作用，而是直接利用地球内部释放的化学能。也正因如此，即使在完全没有光的世界里，生命依然能够诞生、繁衍，甚至建立完整的食物链。接着，这些微生物成为其他生物的食物。小型甲壳类生物以细菌为食，深海虾、端足类与海参则以有机碎屑和微生物为生。更高层的掠食者，例如深海鱼类，则捕食这些小型生物。就这样一个完整而稳定的深渊生态系统逐渐形成。这里没有森林，没有草原，没有任何绿色植物，却依然存在一条完整的生命链。除了海底化学能之外，另一个重要的食物来源来自海面。每天都有大量死亡的浮游生物，藻类有机碎屑和动物排泄物慢慢沉入深海。科学家把这些持续降落的有机物称为新兴海洋雪 （Marine Snow）。星星虽然每一片都微不足道，但经过数千数万年的累积，却成为深渊生物的重要能量来源。偶尔还会有大型鲸鱼死亡后沉入海底，一具鲸鱼遗体甚至能供养整个深海生态系统数十年。大量细菌、蠕虫、甲壳类生物和鱼类都会聚集在这座突如其来的深海绿洲。然而，真正让科学家最惊讶的并不是食物来源，而是生命的适应能力。深渊中的生物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化，发展出一套几乎不可思议的生存策略。它们的细胞膜含有特殊脂质，在超高压下依然保持柔软。它们体内富含3甲胺氧化物 TMAO， 保护蛋白质不因压力而变形。有些生物甚至大幅降低新陈代谢，即使数星期没有食物也能维持生命。这些适应不是一朝一夕形成，而是数千万年演化的结果。更重要的是，这些发现改变了人类对生命起源的思考。许多科学家开始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地球最早的生命或许并不是诞生在阳光照耀的浅海，而是诞生于深海热液喷口或化学能丰富的海底环境。如果这个假说成立，那么马里亚纳海沟所代表的不只是生命的极限，它还可能保存着地球生命最初的答案。也正因如此，世界各国至今仍持续投入大量资源探索这片深渊，因为每一次下潜都可能发现新的物种、新的基因，甚至新的生命机制。然而，就在科学家逐渐揭开生命奥秘的同时，他们也发现了一个令人忧心的事实：即使是距离人类最遥远、最深的海底，也无法逃离人类文明的影响。而最后一章，我们将看到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地球最深的地方究竟是在孕育新的生命，还是在默默承受人类留下的痕迹？如果你以为马里亚纳海沟最神秘的是那些未知生物，那么真正让科学家感到困惑的其实是声音。因为在10000公尺以下的黑暗世界里，没有风，没有雷，没有人类活动。按理说，这里应该安静的可怕。然而事实却完全相反。当研究人员将高灵敏度的水下水听器 hydrophone 放入深海后，他们录下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声音，有低沉的轰鸣，有规律的脉冲，还有像金属摩擦般的尖锐震动。有些声音持续数秒，有些甚至能持续数分钟。最令人困惑的是，其中不少声音的来源一开始完全无法解释。早期研究人员甚至一度怀疑是否有某种未知的大型生物正在深海中活动，因为部分低频声音与大型鲸类发出的叫声十分相似。然而，当科学家反复比对后发现，这些声音的频率、持续时间与传播方式都与已知鲸鱼并不相同。一时间，各种猜测开始出现，有人认为是未知生物，有人怀疑是海底火山活动，甚至还有人将它与神秘传说联系在一起。
直到近年的研究，科学家才逐渐拼凑出真正的答案。原来深海的声音来源远比想象中复杂，其中一部分来自海底地震。当海洋板块缓慢移动，岩层突然断裂时，就会释放出低频震动；另一部分则来自海底火山与热液活动。高温流体从地壳裂缝喷出时，会产生持续数分钟甚至更长时间的低沉轰鸣。除此之外，海流穿过崎岖的海底地形、沉积物滑动，甚至远方地震引发的声波，都可能一路传到马里亚纳海沟。深海其实从未真正安静。更令人惊讶的是，科学家还录到大量来自海面的声音、暴风雨、船舶引擎，甚至鲸鱼的歌声。由于海水能有效传播低频声波，有些来自数百甚至上千公里外的声音都能传到深海。换句话说，即使身处地球最深的角落，依然能听见遥远世界发生的一切。然后在所有深海录音中，最著名的莫过于1997年侦测到的星星 Bloop 星星。这是一段极其巨大的低频声音，曾一度被外界猜测可能来自未知巨型海洋生物，媒体甚至将它渲染成海底怪物的叫声。但经过多年分析，科学家最终认为，这种声音最可能是大型冰山断裂或冰层摩擦所产生的自然现象，而不是未知生物。它提醒我们，神秘不一定代表超自然，很多看似不可思议的现象最后都能找到合理的科学解释。不过直到今天，马里亚纳海沟仍然会记录到一些尚未完全分类的声学讯号，它们大多十分短暂，也可能只是多种自然现象重叠形成的结果。科学家并没有证据证明这些声音来自未知生物或任何超自然力量，但正因为海底仍有许多地质活动和生物行为尚未被完整记录，每一次新的录音都可能带来新的发现。或许真正神秘的从来不是某一段诡异的声音，而是我们对深海的了解仍然少得惊人。人类探索过月球表面，却还没有完整绘制自己的海底事件。马里亚纳海沟依旧保存着无数等待揭晓的秘密，而下一次潜水器的灯光照亮黑暗时，我们又会听见什么，又会看见什么？或许呢，将再次改写人类对地球的认知。如果有人问你，人类对地球了解多少？大多数人可能会回答，应该已经差不多了吧。毕竟我们已经登上月球，发射了火星探测器，甚至开始研究遥远星系中的系外行星。然而事实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人类对地球海洋的认识远远落后于我们对太空的探索。截至今天，全球海底中以高解析度完成测绘的区域仍然只占全部海底的一小部分，绝大多数深海，尤其是超过6000公尺的深渊地区，依然没有被完整探索。换句话说，在我们自己的星球上，还存在着大量从未被人类亲眼看见的地貌、生物与地质现象。我们知道火星表面的许多细节，却不知道地球最深海沟里究竟还隐藏着什么。这也是为什么每一次深海探测都可能带来震撼世界的新发现。近年来，科学家陆续在深海发现了新的鱼类、新的甲壳动物、新的细菌以及数千种未知微生物。有些生物拥有前所未见的基因，有些酵素可以在极端高压下稳定运作，有些代谢方式甚至完全颠覆了传统生物学。这些发现不只是增加了生物名录，它们可能成为未来新药、工业酵素、生物材料，甚至癌症治疗研究的重要线索。更令人惊讶的是，深海还记录着地球数百万年的历史。海底沉积物像一本厚重的史书，保存着古代气候变化、火山爆发、大地震、海洋环流以及生物演化留下的痕迹。透过分析一层层沉积物，科学家甚至能重建数十万年前地球环境的变化。也就是说，想了解地球的过去，答案不一定在陆地，也可能深埋在万米海底之下。然而，探索深海的价值早已不只是认识地球，因为马里亚纳海沟正在成为人类寻找外星生命的重要参考。木星卫星新星欧罗巴 Europa 星星的冰层下，被认为藏着巨大的液态海洋。土星卫星新星土卫2 Enceladus 星则持续向太空喷射富含水蒸气、有机分子与冰晶的预留。如果生命能在地球没有阳光、只有化学能的深海中繁衍，那么在这些遥远星球的地下海洋里，是否也可能存在类似的生命？因此，每一次对马里亚纳海沟的探索
其实都是在回答另一个更宏大的问题：宇宙中我们是否孤单？但就在科技快速进步的今天，仍有一个事实从未改变：马里亚纳海沟最深处，至今仍只有极少数人真正抵达，更多的区域依然沉睡在永恒的黑暗中。也许下一次深潜科学家会发现新的物种，也许会找到新的生命机制，甚至可能改写教科书中对生命起源的理解。回头看看，人类花了数十年登上月球，却仍然没有真正认识脚下这颗蓝色星球。或许地球最后的未知世界并不在天空，而是在我们每天凝望的大海之下。那些10000公尺深的黑暗，依旧静静等待着下一束探照灯的到来。也许真正的答案不在宇宙的尽头，而一直都藏在地球最深处。当人类第一次抵达马里亚纳海沟时，我们最大的收获并不是发现新的鱼类，也不是拍下深海影像，而是推翻了一个延续数百年的观念：生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顽强。如果生命能在将近11000公尺的海底存活，如果它能承受超过1100个大气压，如果它不需要阳光，只依靠化学能就能建立完整的生态系统，那么我们是否一直低估了生命的可能性？这个问题不止影响海洋学，更彻底改变了天文学与行星科学。过去科学家寻找外星生命时，最关心的是一个条件：一颗行星是否位于视居带，也就是距离恒星不远也不近，表面能维持液态水的区域。因为我们一直认为没有阳光就没有生命。然而马里亚纳海沟告诉我们，生命未必需要阳光，只要有液态水稳定的能量来源以及适当的化学物质，生命就有可能诞生。这让科学家的目光转向太阳系中几个神秘的世界，例如木星的卫星欧罗巴 Europa， 它的表面被厚厚的冰层覆盖，但冰层之下很可能隐藏着一片比地球所有海洋加起来还要庞大的液态海洋。另一颗备受瞩目的天体则是土星的卫星土卫2 Enceladus， 探测器曾多次拍摄到它喷出巨大的水蒸气雨流。分析发现，雨流中含有水、有机分子、甲烷、氢气以及其他生命可能需要的化学成分。这些条件竟然与地球深海热液环境惊人的相似。因此许多科学家开始提出一个大胆的推测：如果地球深海能够孕育生命，那么欧罗巴冰层下的海洋是否也存在着微生物，甚至更复杂的生命？没有人知道答案，但至少今天这个问题已经不再只是科幻小说，它成为世界各大太空机构积极研究的重要方向。然而马里亚纳海沟带给人类最大的启示，或许并不是外星生命，而是我们对自己的无知。直到今天，人类仍未完整探索地球海底，仍有大量未知生物等待发现，仍有无数海底地质活动尚未完全理解。我们花了数十年研究火星，却还没有真正认识自己的海洋。或许真正值得探索的一直就在我们脚下。地球这颗看似熟悉的蓝色星球，依然隐藏着数不清的秘密，而马里亚纳海沟只是其中最深最神秘的一扇门。每一次新的下潜，每一次新的发现，都在提醒着我们，未知并不遥远，它一直存在于我们自己的世界。也许有一天，人类真的会在外星海洋中找到生命，但当那一天来临时，我们终将明白，真正改变历史的第一步，其实早在地球最深的海底就已经开始。因为正是马里亚纳海沟，让我们第一次理解，生命的极限远比人类的想象更加辽阔。影片结尾，从万米深渊到遥远的星际海洋，人类探索的不只是未知世界，更是在寻找生命存在的真正答案。如果今天的内容让你重新认识了地球最深处，别忘了按赞、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下一次我们将带你走进另一个震撼世界的未解之谜，因为真正的未知永远比我们知道的更多。当这趟旅程来到最后，请回想影片一开始的那个问题：地球最深的地方究竟是一片死亡之地，还是生命的奇迹？如今我们已经知道答案。在将近11000公尺的黑暗深渊里，没有阳光，没有植物，没有我们熟悉的世界，却依然存在着完整的生态系统。那里有未知的微生物，有突破生物学极限的深海生物，有来自地球深处的化学能，也有无数尚未被人类命名的新生命。马里亚纳海沟告诉我们一件事：人类最大的错误就是曾经以为自己已经了解地球。事实上，我们探索过月球，发射探测器前往火星，甚至观测到数十亿光年外的星系，
但对脚下这颗蓝色星球，我们仍然知道的太少。海洋覆盖了地球超过70%的表面，而最深的深渊依然是一片未知。也许下一次深潜器下沉到10000米海底时，等待科学家的将是一个全新的物种，也可能是一种从未见过的生命机制，甚至是改写生命起源理论的重要证据。每一次探索都可能推翻我们曾经深信不疑的知识。这正是科学最迷人的地方，不是证明自己永远正确，而是不断修正，不断发现。而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马里亚纳海沟真正带来的启发，或许不是它有多深，而是它提醒我们，未知永远比已知更加庞大。当我们仰望星空时，别忘了脚下的大海，同样隐藏着一个等待探索的宇宙。也许未来某一天，人类真的会在外星海洋中找到生命，但当历史回头看时，我们会发现，所有答案的起点其实都来自地球最深处，那片没有阳光却依然充满生命奇迹的深渊。如果你喜欢这类探索世界、揭秘科学与历史真相的纪录片，欢迎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每周我们都将带你走进一个震撼世界的未解之谜，从深海太空考古灾难到失落文明，一起探索那些课本没有告诉你的故事。我是 Next Horizon， 下一个地平线，我们下次一起揭开下一个未知。